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神秘又古老的话题——十殿阎王。这个传说在中国文化里流传了上千年，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深刻的寓意。十殿阎王的传说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。它的起源与佛教的传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在佛教教义中，阎罗王是冥界的主要统治者，伴随着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思想传入中国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，这一形象逐渐与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和民间传说相结合，最终形成了十殿阎王共同主政阴司的完整体系。唐朝时期，随着志怪小说和民间故事的蓬勃发展，十殿阎王的形象变得更加具体生动，从敦煌壁画中对地狱场景的描绘，到各类话本小说里的阴司奇遇，十殿阎王的故事逐渐深入人心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十殿阎王各据一殿，执掌不同的职责，共同构建起阴司的审判秩序。他们不仅代表着阴间的权威，更象征着公正与秩序。第一殿，秦广王。秦广王是亡魂进入阴司后的第一站，他主要负责审查亡者的善恶行为，决定其初步的去向。秦广王以公正严苛著称，他的审判如同黎明前的冷峻审视，为亡魂的后续旅程定下基调。第二殿，楚江王。楚江王主管波伊亭寒冰地狱，专门惩处在世时违背伦理道德欺凌弱小之人。他的刑罚虽严酷，但目的是让罪人通过痛苦反思生前过错。第三殿，宋帝王。宋帝王掌管黑神大地狱，着重审理阳间的欺诈、诬陷等罪行。在他的殿堂，正义如锋利的刀刃，斩断一切虚伪与罪恶。第四殿，武官王。武官王负责河大地狱，针对那些破坏社会秩序、扰乱公序良俗之人，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裁决力，维护着阴司的基本秩序。第五殿，阎罗王。阎罗王原本为第一殿之主，因怜悯屈死之人，遂迁至第五殿。他坐镇森罗殿，掌管教化大地狱，亲自审理重大案件。阎罗王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民间对阴司审判最为熟知的代表。第六殿，变成王。变成王主管大交换大地狱，对于那些不敬天地、忤逆长辈之人，以严厉的刑罚予以惩处，捍卫着天地间的纲常伦理。第七殿，泰山王。泰山王掌管热闹地狱，针对盗墓、赌博等恶劣行径。泰山王以泰山般的威严，让罪人在酷热煎熬中忏悔罪孽。第八殿，都市王。都市王负责大热大恼地狱，审理教唆他人作恶、破坏家庭和睦等罪行。他的裁决旨在恢复人间的善良与和谐。第九殿，平等王。平等王主管阿鼻地狱，这是阴司最为恐怖的刑罚之地，专门关押极恶之人。平等王的审判强调善恶有报的绝对公平。第十殿，转轮王。转轮王掌管六道轮回，根据亡者生前的善恶功过，决定其转世的路径。他精准地分配着每一个灵魂的未来。十殿阎王的传说在古代社会发挥了重要的道德劝诫作用。在缺乏现代法律约束的时代，阴司审判的传说成为人们心中的道德警钟。人们相信，生前的善恶之举都会在死后接受阎王的审查。这种信仰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约束行为，秉持善良正直的品德。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，
十殿阎王的司职分工与人间的法律体系有着相似之处，它构建了一个从犯罪审查到刑罚执行的完整系统，象征着社会对公正秩序的追求。通过对不同罪行的细致划分和相应的惩处，传达出一种明确的价值观：任何违法乱纪、违背道德的行为都将受到制裁。在艺术领域，十殿阎王的形象成为丰富的创作素材，绘画、戏曲、雕塑等艺术形式都热衷于展现阴司世界的神秘与威严。例如，传统的水陆画中，十殿阎王的形象庄重肃穆，周围环绕着阴森的地狱场景，给观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。戏曲舞台上，以阴司为背景的剧目，通过精彩的表演，将阎王审判的故事演绎得扣人心弦，进一步传播了这一文化符号。在现代社会，虽然十殿阎王的传说不再像古代那样具有强大的精神威慑力，但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它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在文学创作中，十殿阎王的元素被不断改编和创新。奇幻小说、网络文学常常借鉴阴司审判的情节，赋予古老传说新的生命力。影视领域也对十殿阎王的故事青睐有加，从早期的传统神怪电影到如今的仙侠玄幻剧集，阴司世界的神秘景观和阎王的传奇裁决屡屡搬上荧幕，吸引着观众的目光。在旅游文化中，一些地方以十殿阎王为主题打造文化景点，阴森逼真的地狱景观，生动形象的阎王塑像，吸引着游客前来探寻神秘的阴司文化。这些景点不仅具有娱乐功能，更成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。十殿阎王的传说如同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宝库，承载着华夏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记忆。它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，在不同的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，深入挖掘十殿阎王传说的文化内涵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祖先的智慧与信仰，更能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滋养。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，对十殿阎王的传说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